女性减脂最难的从来不是意志力。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女性的减脂。讲这个题目，我心里面是忐忑不安的哈。我不是要来得罪全国的女性同胞的哈，我来给全国的女性同胞们提供一点点不同角度的意见。如果你们有减脂的需要的话，可能的更好的策略有什么？首先呢，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啊，女性的身体呢，比男性的身体更容易堆积脂肪。这个不是缺点啊，这是人类在整个演化进化的过程当中筛选出来的必要条件啊。如果女性的身体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人类很早就灭绝了。女性身体的繁殖能力，还有女性身体的生存能力，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的。因为从生理现象来讲，繁殖对体脂率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你一定要有相当的体脂率，你身体里面要储存足够多的脂肪，你受孕的机会比较高。同样的，在远古时期，这个女人呢要妊娠、要怀孕、要哺乳、要养育下一代，消耗很多能量的。所以在整个人类演化的过程当中，远古时期我们的女性同胞们筛选出来的身体就是比较容易增加脂肪的。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今天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念，有很多的女性同学对自己的身材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你们对减脂这件事情呢，是很严肃的在看待的。他可以永远吃很低热量的东西啊，他可以去做很长的运动啊，他愿意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想办法减掉他身上的脂肪啊。女性在这方面远强过男性啊。可是我要跟女性同学们说，你是在做一件违背你自己身体代谢特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跟你的生理特征对着头干，结果不会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它对着干，你就很容易把你的身体逼近到了一个保护模式啊。当你身体逼近到了一个保护模式的话，不管你怎么做，最后那一点你是弄不动的了，而且一下就要长回来，因为你的身体跟你的生理是有这个需求的。最后的导致的结果就是效果非常不好啊！你屡失败，生理期也不对了，身体各种各样的机能都在变了，因为你在跟你生理的特征作对啊。女性要降低体脂率，有哪些策略是你可以用的？每个人不一样。首先，最有效的策略不是制造更大的热量缺口，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你热量缺口制造的越大，你的身体就越要保护那些还没有被用掉的能量，懂吗？你身体要保护它的，所以你会发现你越制造缺口，你越减不动啊。所以这个基本原则，第一优先你需要做的事情是先给你的身体解除警报，你不要越吃越少，然后拼命的运动，不要做这个事情了。你要有正确的策略来做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降低身体代谢的压力啊。第一个，保证睡眠啊，睡眠好比你吃任何营养补充剂都更重要，睡眠好。第二个，避免长期极低热量，热量太低了，身体是进入保护模式的。第三个，绝对不在饥饿的状态底下去做运动，尤其是饥饿感很强烈。你要了解啊，饥饿感的本质含义是细胞能量不够，细胞能量不够就是不安全的。你要让身体在一个安全的状态底下去做这件事情才可以。什么样的情况下身体安全，细胞不缺能量啊？那你说你的意思是叫我一直吃？不是的，我的意思是叫你恢复你的代谢灵活度。你的代谢灵活度越好，你身体里面储存的能量就越能够提供给你的细胞利用。这个是你需要做到的诀窍。第二个重要的策略是什么？血糖要稳定，不是血糖要低啊，血糖要稳定。你佩戴一个动态血糖仪，每一天固定24个小时，看看你的图形啊。如果你的图形是出现这种波动的，这就叫做血糖不稳定。在血糖不稳定的状态下，你身体减脂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血糖的不稳定就表示每天有很多的胰岛素在参与调节你的血糖。胰岛素高的时候，身体是不会燃烧脂肪的。所以你要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控制饮食，做一点低强度的运动，很好的睡眠，你要保持你心情愉快，减少压力，各方面的工作来做到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当你的血糖一天都在一个平稳的范围的时候，胰岛素的参与基本上就非常低了。你的身体呢，慢慢的进入一个安全的环节了。当你细胞缺能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体脂肪可以顺利的出来给细胞提供能量了。只有在胰岛素降下来的情况下，体脂肪才出得来的。所以血糖平稳是重要的。然后呢，你在饮食方面，如果要达到血糖平稳的话，精米精面碳水化合物的热量你就需要尽可能的往下减。你的蛋白质要吃的优质的，蛋白质要够，你的脂肪也是需要吃健康的，脂肪的热量也要够，因为你的身体需要燃烧的能量葡萄糖和脂肪，如果你脂肪吃的太少了，身体也不燃烧脂肪。
所以在血糖稳定的状态下，脂肪摄入的百分比足够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就渐渐的容易进入燃烧脂肪的模式了，你的细胞呢就不容易进入缺能量的状态，你的身体呢就安全了。身体安全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体脂肪才有机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拿出来用，所以这是一个最基础最底层的逻辑哈。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肌肉，肌肉是体脂的安全阀。如果你身体的肌肉量太少，减脂减不下去，所以呢你需要练肌肉，不是要把肌肉练得很大很大，让肌肉练得很活跃，你肌肉里面的线粒体工作效率很高，它们可以帮助你燃烧脂肪，一个礼拜2次到3次中等强度，然后呢好好的恢复，你精神状态很好，睡眠也很好，这个就进入很好的状态了。所以肌肉是很关键的。下一件事情是我要提醒所有女性同学，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再称体重了。你的体脂的下降跟体重的下降不是线性的，不是1比1的，脂肪很轻，可是你想要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式可以了解自己的进步程度的话，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可以用一把卷尺，把自己大腿的粗细、胳膊的粗细、腹围的粗细数据全部把它量起来，然后呢，你每2个礼拜以后量一次这个数据，你不需要天天测，用这个方式来度量你的进步是比较合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体脂下降不是你做对了它就一路往下走的，有可能你的体脂下降了一部分，然后呢就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会下降了一部分，所以你不能着急的，你就把策略做对，然后慢慢的让身体去做它该做的事情了。下一个是要注意了，就是女性的身体啊，体脂率是有一定的安全阈值的，女性的体脂率不能降到太低的，降到太低的时候是不健康的，你的身体自动会保护的，你要学会尊重女性安全的体脂区间的。所以一个女性的安全的体脂区间往往在20%到25%，年龄大一点的25%到30%。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策略全部考虑完了以后，我们把它整理出来说，女性降低体脂率的最佳策略是减少身体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增加控制它的强度。当你停止跟身体对抗的时候，身体才有可能把多余的脂肪交出来给你的。